这几天网上可热闹了，不少知名大 V 跨平台被封号，闹得沸沸扬扬，被削的可都是一些超级大咖，比如拥有400多万粉丝的王红全星，出名会炫富的鲍鱼佳姐，还有曾经靠晒奢侈品圈粉100万的百公子等。听说他们被封的主因就是平时太嗨皮，到处炫耀有钱有闲有奢华生活，已经严重影响社会风气了。就拿王红全星举例，在此之前，在社交网站上展示的所谓富裕生活景象，已远超出广大网友的想象范畴。其个人所炫耀的物品，包括整墙的高端品牌手袋、各式帝王绿翡翠珠宝，频繁出入各类奢侈品牌场所，备受瞩目。同时，在国内外拍卖市场上亦不惜重金竞拍，以此在网络上赢得了炫富之名。在评论区，众多网友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慨与讽刺，有的比喻道：“这位先生口中的2700万元，似乎与我们眼中的2600元无异。我花费2700元也未曾如此轻松过，未曾想过有一天劳斯莱斯幻影竟会成为附赠品。”同时，也有更多网友对这种显而易见的贫富差距进行了嘲讽，评论诸如：“诸位经济拮据的朋友们，我是新加入的一员，月薪4000元，如何会浏览到这样的内容？我所知道的仅是购买方便面时赠送的碗而已。拜金风气真的该制止了。”值得一提的是，王红全星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及，自己若无8位数的装扮，绝不外出。我每天出行时，如果身上的装束总值不达到8位数，我是不会出门的。他还表示，自己在出国时总会携带许多珠宝。对于外界评价其浮夸，他解释称，这是源于内心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来自于身高、外貌等各方面的因素，因此他会通过外在物品来弥补。他不光是超一线网红，和娱乐圈诸多大明星也是好哥们。就在前阵子，他新开了家店，吴尊、金巧巧、杨紫、钟丽缇等一大波艺人朋友可都是手把手的教给他做人呢。他在北京世界级奢侈商圈 SKP 附近斥巨资开设了自己的第2家实体店全兴汇。3月24日的开业当天，场面可谓盛况空前，长达200多米的绵延七彩花海，明星阵容闪耀，8位数豪车把门口道路全部堵住，现场云集了众多耀眼的明星大咖到场站台助阵。除了金巧巧、杨紫、朱正廷、吴尊等艺人现身，更有传闻天王周杰伦也特意送来贺礼。虽未现身，但祝福之意可见一斑。作为开业嘉宾，这些明星的身价自不必多说，他们的到场就足以见证王红全星在圈内的人脉关系网并不简单。眼花缭乱的豪华场面后，却也很快引发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有路人当天拍下视频显示，为迎合开业活动的需要，店门口道路被彻底封锁，过往车辆无法通行，造成严重交通拥堵。一名目击者愤怒地表示，大量车辆被堵在路上，场面一度混乱不堪。很快就有网友将这一情况举报至当地交通执法部门，质疑王红全星开业活动是否事先有经过合法的规划报备审批程序，擅自占用公共道路，影响他人正常出行，涉嫌违法违规操作。该举报消息很快在网上流传开来，引发众多网友谴责之声，纷纷斥责王红全星胆子太肥，太没常识了。关于店铺开业期间发生的占路违规一事，王红全星方面目前尚未做出回应和解释。不过，从事件本身来看，发生这一状况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单纯的疏忽大意，开业活动规模如此之大，现场人员混乱失控，疏于对道路的合理管控，才导致一度陷入失序状态；二是蓄意炒作刷流量，作为网红利用舆论营销，哗众取宠的做法早已屡见不鲜，难保不是王红全星团队刻意制造的一场闹剧，来博取曝光眼球；三是态度傲慢狂妄自大。王红全星近年凭借网红人气和商业往来，结交了诸多娱乐圈明星好友，助长了其自我膨胀的嫌疑，从而忽视了基本的公共秩序。真实原因如何？王红全星方面是否存在合理解释，有待其本人通过合理澄清予以说明。如今王红全星所有主打账号统统被封杀，就因为违反了平台的社区公约惹的祸，也没办法跟我们讲清楚了。除了上述种种，他到底有多豪？他可以在拍卖会上一边打电话，一边花2700万拍下巴黎女儿红当摆件。他可以为了给妈妈惊喜，狂掷重金买下几千平的精装修庄园，里面连刀叉都是配好的。他家里的翡翠和海螺珠
多得堆满了整个房间。为了给大家展示衣柜，都要整箱整箱往外面搬，各种款式造型一应俱全，摆了一地。王洪全兴说，或许这就是海螺珠自由，但网友们却连海螺珠是个什么玩意都不知道。他自诩国际知名大网红，除了是全网最有钱的翡翠爱好者外，他家的 LV 奢侈品都能建一个博物馆，很多限量款的包包，连2分钟的出镜时间都没能挺过，镜头一转，又是他那堆满了 LV 的衣帽间。他还有个特别烧钱的爱好，那就是买房。他曾斥巨资在北京星河湾买下了一套豪宅，内部空间不仅宽敞的像大型购物商城，据他所说，室外的环境和观景效果也很不错，能听到鸟叫蝉鸣，把头探出窗外还可以欣赏优美湖景。而他不仅给自己买房，还给身边的小助理买房，160多平的精装大平层，说送就送，还说不到1000万，真的很便宜。除了在房产和配饰上出手阔绰，连他家的猫网友都羡慕不已，每只猫的价格都在6位数以上，还跟着他住豪宅、吃美食，不用努力就已轻轻松松达到了猫生巅峰，以至于有网友在下面喊话：“你家还缺宠物吗？上过大学的那种。”有时他也直播带货，网友在下面问他为啥不签约公司，就这个问题，他嘴角还笑着说：“公司都还没我有钱，你说我签他干啥呢？”短短的一句话，隔空打脸了人间富贵花白公子。如果说白公子是因为炫富博眼球炒作人设，而王洪全兴就是妥妥地烧钱如流。当然他也有平民和接地气的一面，他曾专门发了一期视频，教大家该怎么分辨翡翠的好坏，怎么去判断翡翠的保值程度。只可惜他想多了，很多人连买块假翡翠都不敢买，它这么大的分量，哪有闲心去考虑这翡翠的好坏呢？不仅如此，他还分享了自己多年的买房经历，想教大家如何才能买到理想房。可网友们却一个字都听不进去，直呼别教大家怎么选户型、选楼层了，直接教大家下辈子如何投个好胎吧。虽然王洪全兴的走红并不是靠单纯的炫富，网友们喜欢他也多是逗逼的日常和整蛊的性格，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多金人设和奢靡的生活又让很多人产生了金钱焦虑，从而否定自我。其实这真的大可不必，像王洪全兴这样的炫富网红不在少数。大家还记得鲍鱼佳姐吗？这姐们平时就喜欢在网上晒自己的贫嘴富贵生活，各种超贵重黄金珠宝首饰啊，衣服包包啥的，一个挑一个贵。网友看到这阵仗，纷纷给她贴上了有钱人、暴发户、穷游富人家的标签。没曾想啊，就这会儿作妖的炫富行为，直接让他的所有账号都被封杀了。再说说百公子这老哥，他堪称是网上炫富一哥，曾经他一手包包就要上百万软妹币，更是常常在线分享自己的100万级奢侈消费单。所以当他账号被禁的消息传出时，大伙儿都不怎么意外，因为这哥们的做派实在太会引人羡慕嫉妒恨了。白冰和加之派这2位目前还风光无限，暂未被波及，但是白冰生活的点点滴滴，比如吃喝玩乐，都散发着一股子金钱的味道，网友们看了就来气，都说他彻底忘乎所以，与普通人的生活完全2个世界了。加之派这哥们可是馋嘴的一把好手，天天就知道在网上晒自己吃的那些贵到爆的海鲜大餐，帝王蟹、智利红虾、黄大鲍鱼啥的，一口气就是几千块的阔气消费。看着他慢悠悠地包着一只只饱满的虾仁，有钱人的享受就是与众不同。加之派这副生猛吃货的嘴脸，确实也惹恼不少人，被质疑在炫富金钱。不过网友们也在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生怕他们也步了前人的后尘。这事儿可是惹足了热议和关注度，网友们看法也是五花八门。有人痛斥道，小孩子要是看到这种东西，对他们人生价值观的影响就太坏了。也有人直言不讳，像这种不良网红，平台早该一锅端了，永久封杀。不过也有声音用来为他们的炫富权进行辩解和质疑，认为平台的处罚过于严苛，侵犯了个人自由。虽然目前舆论阵营各执一见，但总来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网红们可谓是各显神通，在这其中就不乏有试图触碰红线的存在，而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炫富已经成为了网红们身上的另类财富密码。如果说单纯的分享，那相比不会有人对此抱有意见。但是根据大数据调查，此类视频的主要观看者居然是未成年人，甚至因为炫富的风气已经影响到了相当多一部分未成年人的价值观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又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吧。
最近呢，上网冲浪的时候，总是感觉自己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打开各种社交平台，随便一看就是那种人在5星酒店刚出米其林餐厅，而发的动态文案不是在热带潜水，就是去北欧滑雪，要么就是在总统套房中深夜 emo， 甚至有人还能够超时空移动，1分钟前还在伦敦喂鸽子，下1分钟就到拉斯维加斯去当赌徒了。这社交媒体上看了一圈，就感觉这互联网上是人均财富自由呀，甚至连花钱都能够内卷起来，光炫富还不行，还要有个炫富挑战。今天你买了个718，明天我就买个大宾利。而且这些人一天到晚除了开豪车、戴名表、挎名包，就是睡几万、1万的大别墅。奢侈品更是跟搞批发一样，一柜子一柜子的猛买。在他们的世界中，钱仿佛只是一个数字，花的多了花的少了都无所谓，反正都不会变成0就对了。这也让他们的观众心中产生了疑惑，是不是这个世界上就应该每个人都要有个奢侈品，亦或者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是过着这样奢侈高调的生活？但其实这是一个错觉。根据统计，中国乃至全世界能够称得上是财务自由的人，甚至连万里挑一都没能达到。但是就如前文所提到的一样，这类炫富视频的观看者是未成年占大头，这就出现了问题。如果是心智已经成熟了的成年人看到类似的视频，还会以为已经见过了生活中的差异与现实中的种种冷酷，而分辨出这个只是那些网红刻意营造出的虚假信息，真实目的只是为了吸取眼球来赚取流量。但是在未成年人眼中则就不同了，他们会真的认为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真的是如那些网红一样的生活，但是这世界上的人大多数都是在平凡的生活着而已。这些未成年人的父母也只是万千普通人中的一员，当在网络上看到的视频与自己的现实生活发生冲突之后，就极为容易出现走上歧途的可能。就如曾经在中国引起热议的小学生炫富视频一样，很多心智未成熟的人面对这样的错误价值观宣传，甚至开始了模仿，出现了不少让人啼笑不行的名场面。在前几年的网络上，有那么一批内容大致如一的视频在网络上被疯狂的转播。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视频的主人公则是一位其貌不扬的小女孩，看着大概也就是上小学的年纪，是在视频中极力的将一些看着并不精致的物品宣传成世界各地的高端货，而且一字一句都极其刁钻。在开场，小女孩就傲娇的说道，接下来要给大家看的都是自己的收藏品，而且还是大家都买不起的收藏品。说实话，我寻思着这是一个发布到全网的视频，而且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传播范围已经极其的广了。小女孩估计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变得这么火吧，将话说得如此绝对，而且这语气就极其让人火大。在展示过程中，穷人你们买不起，让人听着就非常不爽的字眼不断的出现。在原视频的下方，网友们的评论同样非常的犀利，有一位网友连发数条评论，称说谎话也不编好了再和我们来说，还说这些东西过于励志，自己根本用不到。还有网友说，这么小的孩子就满嘴脏话，如此没教养的样子，让人怀疑起他的父母到底是如何教育他的。最为犀利的莫过于有人说，这孩子就是作业太少，过于休闲了，才会导致看太多的炫富视频，让自己的价值观扭曲成这个样子。在视频中，该小女孩夸张的炫耀口吻完全与低调二字无关，而且在其脸上展现出来的样子，更简直就是将嚣张二字刻在脑门上一般，让人看着就火大。对于这个视频，网络上的评价也都是各式各样，有人对这个小女孩嚣张跋扈的样子感到不爽，也有人将这个视频当作搞笑视频来看，就当是见到了一个笑话。但无论如何，在这个视频的背后却展示出了网络上那些网红炫富的视频对于我们国家下一代年轻人的影响。就如视频中小女孩那扭曲的价值观一般，如果下一代的小孩都是这样的价值观，那么我们的将来真的会让人非常的堪忧。但其实在很多视频的最后，这些小孩都会突然的自掀底牌，就如同样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另外一个视频中一般。最开始这个自称跳姐的小女孩也是不断的在进行炫富，但是到了视频的尾部，跳姐却突然拿出了自己的学生证。这时候网友们才意识到，原来跳姐并不是在炫富，而是借着夸张的表演在讽刺炫富的不良风气。在知道了真相之后，网友们联想起最开始看视频时那股让人恼火的感觉，纷纷称赞跳姐的演技与语气都非常的到位。
我们如果将这些现状全部都放在一起去思考，就会发现，在如今人们的消费层次正从生存型逐渐升级到发展型、享受型，追求更高品质的消费，这本身没错，也不能说住个总统套房、吃个满汉全席就是罪过。只要钱来得干净，也没有铺张浪费等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而对市场上出现的定价较高的商品和服务，也要理性看待。可是炫富主播的价值取向以及视频暴露的一些消费乱象，显然已经脱离了正常消费范畴。炫富主播反复强调的是消费的价格而非价值，甚至还特别热衷制造一种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强烈落差感，以唤起人们的猎奇心理，获得流量。这就是典型的消费异化现象。有些短片中，主播还会大肆宣扬高档消费的神秘感，合理化某些场所的隐蔽性、排他性，殊不知将消费者分为3、6、9等区别对待，这本身就不符合商业伦理。而在现实中，某些隐私性出奇好的场所，可能就是腐败的保护伞。网络上那些观众，特别是短视频平台众多青少年观众，长期在这种视频影响下，难免会扭曲消费观乃至价值观，陷入符号拜物教、商品拜物教中，甚至做出失序乃至违法的行为。对于社会而言，若不及时刹住消费主义歪风，危害更大。钱包被掏空，也往往意味着理想被掏空。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带来的价值虚无，会削弱年轻人的创造力、意志力。我们正在爬坡过坎关键期，社会上还有很多需要花钱的地方。年轻人的注意力该放在更有意义的事上，实在不该让盖茨比式的悲剧重演。而很显然，现在的互联网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风气并不值得提倡，于是网友们都纷纷针对炫富的现象进行了抵制。而正如之前在舆论讨伐下，大胃王主播很快失去市场，打着体验奢侈生活而一度火爆的炫富主播，这回也很可能成为明日黄花。但是炫富主播风靡一时，说明拜金的土壤本就存在，那些宣扬炫耀式消费的短视频就是从中开出的一朵朵恶之花。何况炫富主播所做的其实是将隐藏起来的炫耀式消费、浪费式消费带到了聚光灯下，他们从中赚取可观广告费，说明这种奢靡消费还大有市场。其实比起金钱和物质的炫耀，我们身边那些感人的小事，那些勇敢善良的孩子才更值得被炫耀。试想10年后真正会被人们所记住的都是什么？绝不是车子，也不是房子，更不会是金钱，而是那些刻在骨子里的教养，面对困难时迸发出来的勇气，更是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善良。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各位同学，如果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订阅，别忘了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更新。我们下期再见，拜拜。